最近出了个会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科学家为了探索宇宙的秘密，不仅派出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和卫星到外太空，还经常把这些设备发射到我们周围的太空去获取更清晰的大气层图像。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事情，好像和外星生命有关，结果是 NASA 竟然不得不紧急切断了太空站直播讯号。咱们一起来扒一扒，为啥 NASA 会在这个令人不安的太空站事件后采取这样的行动。当这个消息爆出来后，搞得那些太空迷和寻找外星生命的科学家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大家都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不明飞行物 UFO 的视频让人们如此紧张和激动不已。国际太空站这家伙已经绕着地球转了好多圈了，经常实时分享他的发现，成了科学探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就在上周末的直播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不仅让怀疑者们，也让科学爱好者们大跌眼镜，大家都困惑不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通常 NASA 的太空站直播都会为我们带来从国际太空站太空人在那里看到的地球实况视角，但这次国际太空站太空人们突然捕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一个微弱的光点，它向地球降落，然后又突然地停下来了，悬停在空中，使人感到相当意外。这个录影影片突然被切断了，不少人开始在猜测，说 NASA 是不是在隐藏什么，从 NASA 的内部事务到关于外星生命的一些猜想由此产生。一些怀疑者们一马当先，开始了各种猜测。有人提出，这个物体可能是现在空无一人的中国太空站天宫1号。天宫1号之前一直运行在轨道上，然后开始下降。但是更让人不安的理论出现了，那可能是一颗流星。随着 NASA 在这个可疑物体接近地球外大气层时切断了视频，这个谜团变得更加深邃了。想象一下，如果影片继续播放，人们亲眼看到这个物体进入大气层时的行为，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关于它的本来面貌的争论了。但由于人们被蒙在鼓里，没有视觉证据来确认这个物体的身份，所以 NASA 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NASA 当然不是闲着没事干，他们迅速回应了这段视频，驳斥了使不明飞行物 UFO 的说法，并暗示被捕捉到的物体可能是太空垃圾。关于影片中那个奇特的光点，他们给了各种可能性：镜头反光、辐射击中相机感测器、一个卫星、一颗流星，或是围绕地球轨道的众多太空碎片之一。NASA 的发言人强调说，从未有过任何外星飞船在地球附近或远处被发现，所以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个物体并非外星起源。NASA 还在安抚大家，说没有什么好慌的，大家保持冷静，因为这次直播中断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根据 NASA 发言人丹尼尔·惠特的说法，有争议的影片是他们在国际太空站上的高清地球观测实验的一部分。该实验使用商用性的高清视讯相机，装在一个加压、温度控制的外壳内。这些相机设定为自动控制，轮换不同的地球视角。国际太空站偶尔会走出追踪和资料中继卫星的范围，导致视讯讯号中断。发生这种情况时，相机会显示一个蓝屏，表示没有讯号，或显示一个预设的视讯片头。NASA 的解释指向了讯号遗失导致直播中断，相机显示了一个蓝色画面。尽管有了这个澄清，太空爱好者、阴谋论者和寻找外星生命的科学家们仍然对此表示怀疑。现在许多人相信，国际太空站捕捉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那是一个不明飞行物，一个 UFO， 而且它不仅仅是在那儿闲逛，还在积极观察地球呢。这就引发了一个历来的争论：不明飞行物 UFO 真的存在吗？这些不明飞行物的存在已经是科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好多年了。虽然一些怀疑论者和科学批评者把不明飞行物 UFO 目击事件当作是骗局一笑置之，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特别是近几年来，开始指出证据，暗示这些目击事件可能是真的。其中的目击事件的案例跟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有关，
这是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上最大、最快的粒子加速器。一些怀疑论者可能会将不明飞行物 UFO 目击视作幻觉或视觉错觉，但其他人则争论说，真正的遭遇事件不应该被草率地忽略或否定。随着我们对先进技术和宇宙的理解增长，客观地探索这些现象是至关重要的。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附近目击不明飞行物 UFO 的报告和第一手证词激起了许多关于这些不明物体的性质和起源的问题。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扩展我们的宇宙知识做了重要贡献，它也激起了不明飞行物 UFO 爱好者和科学崇拜者的兴趣。有人猜测，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某些实验可能吸引了外星生命体，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图片证据和证词进一步增加了大型强子对撞机附近不明飞行物 UFO 目击的神秘叙述。怀疑论者仍然坚持尝试否定任何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道，经常将不明飞行物 UFOs 视为仅仅是误认的飞机。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它位于一个相当偏僻的地区，大大减少了将这些不明空中现象与常规飞机混淆的机会。一个名叫卡斯蒂略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物理学家遇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空中事件，就发生在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上方。他回忆说，他目睹了一个发出脉冲光的不明飞行物 UFO 在加速器上空盘旋。根据他的说法，这个物体展示了超越任何已知飞机自然能力的运动方式。他的证词以及还有其他人的说法，暗示着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空的天空中发生了一些引人入胜的事情。对于那些深入探讨 NASA 国际太空站究竟有没有发现不明飞行物 UFO 的人来说，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界正在采取更开放的态度来看待不明飞行物 UFO 这个主题。对揭开围绕他们的神秘面纱的兴趣日益增长，承认他们作为一种有效的科学追求的潜力。在另一个惊人的转折中，天文学家和太空人正在挑战我们对行星和系外行星的理解。那些超越我们太阳系的系外行星正在成为关注的焦点。最新的太空仪器，包括 NASA 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不仅检测这些遥远的世界，还揭示了它们的一些特性，推动我们的知识边界。这包括探索它们大气的组成，提供存在生命的潜在线索。NASA 不久前偶然发现的东西打破了模式，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前沿。所发现的超级地球在宇宙舞台上以一个适时的时刻出现，与我们的天体锚点太阳不同。这个超级地球围绕着一颗红矮星旋转，一颗比我们的太阳更小、更凉的星星。这些红矮星有着寻找适合居住行星的小岩石世界的良好记录，成为我们寻找适合居住行星的首选候选人。我们的这个宇宙邻居，住在红矮星周围的行星们，因为它们冷酷又小巧的星星，能够舒适地躺在可居住区域里。想象一下，它们的轨道离星星那么近，不仅让咱们的太空望远镜更频繁地一睹它们的风采，而且还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说到这，我们来看看一个新发现的世界，名叫 TOA1075b， 正式加入了可能适宜居住的行星的队伍，也许还会被韦伯望远镜仔细观察呢，甚至可能会探索它的大气层是否存在。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取决于这颗行星的特性，例如它的质量和是否有可能被归类为水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上，现有的大气层可能更加明显，也更容易探测。相比之下，在一个更大、更密集、更干燥的世界上，贴近表面的大气层可能就没那么显眼了。如果那个疑似的第二个地球大小的行星得到确认，它将会是 NASA 的用于搜寻系外行星的零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 TESS 太空望远镜发现的最小的处在可居住区的行星，超出了最初的期望，揭示了一个处在可居住区的地球大小的世界。数十年来，地球之外的生命是否存在的问题一直充满了辩论。NASA 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划时代的发现，这次是在火星上点亮了可能性的灯火。太空机构派出了好奇号漫游车，
一个机器人探测器来解开红色星球的神秘面纱。这个漫游车自从它最初着陆以来就一直在不懈探索。它抵达了一个古老的河流通道，发现了与地球上的溪流和河流中发现的岩石相似的奇特岩石。在它的旅程中，漫游车达到了玛利亚·戈登缺口，拍摄了一张在自拍过程中捕捉到的引人注目的火星图像。穿过该地区时，漫游车展示了一个特别的特写镜头，其中包括一个悬垂的岩石、丰富的矿脉和一些有趣的特征，特别是一个抗蚀的坚固矿脉格外引人注目，周围是经年累月被水或风塑身的岩石。这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火星在历史上曾经有水。还有一些奇特的结节被漫游车在岩层顶部发现，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结节仅限于岩层顶部？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这是否表明该地区曾经是一条流动的河流？很有可能，这些结节能够承受强烈的水压，但这仍然是一个未回答的问题。绿霍夫视野展示了一个倾斜的风景，与远处的平层岩石形成对比，引发了一个问题：绿霍夫过去是不是一个水坡？这个地方以前有没有迹象显示古代的水活动？在其探索火星的10年中，好奇号漫游车揭示了惊人的发现。他偶然发现了一系列岩石，位于艾奥利斯蒙斯山路，这些岩石呈现出波浪般的外观，让人联想到湖底的沙子。这些岩石的形成是因为波浪在古代火星湖床上搅动沉积物，逐渐将纹理印刻进岩石中。这项发现增加了好奇号关于火星上水存在的累积证据。另一个令人兴奋的转折是 NASA 偶然发现了一个早已遗失的卫星。一个热心的业余天文学家在加入 NASA 团队后不久就完成了这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 NASA 的一个用于探测磁层顶道极光全球探索的成像仪被认为在系统故障后已经丢失了12年之久，现在竟然被重新发现了，这可真是个大发现。就如媒体文章中详细讲述的那样，这次重新发现打开了复活一个曾经提供了地球磁层无与伦比视角的任务的可能性。一个名加斯科特·蒂利 Scott Tilley 的天文学家在空闲时间专门追踪间谍卫星的无线电讯号。这次他在扫描高地球轨道，寻找被认为在发射后失败的美国机密卫星 Zuma 的迹象。他没找到 Zuma， 却反而偶然发现了一个来自标记为20万 EZ1 的卫星的讯号。这个标记可以追溯回许多年前。在2017年，蒂利认出这个标记其实是 NASA 在2000年发射，自2005年12月以来就被遗忘的 Image 卫星。这个发现激起了兴趣，促使人们需要有人来解码他的讯息。蒂利公开了他的发现后，消息迅速传播，如媒体所形容的，传播之快就像加州的野火一样，在先前的 Image 科学团队成员中流传。现在深入到技术细节里，讯号中似乎包含了超出遥测数据的讯息，暗示着卫星的6个仪器中有一些还在运行。蒂利公开了这个发现后，项目科学家花了几天时间深入研究原来的软体和记录。 NASA 抓住机会，计划使用其深空无线电天线联系这颗卫星。但是 NASA 并不是对这颗卫星感兴趣的唯一一方。马里兰州劳雷尔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和加州大学百克莱分校的研究人员也加入了这个探索。然而，重新发现多年失去的东西自然会带来一些挑战。团队需要知道飞船的负载旋转率，这是一个可能会复杂化通讯的因素。他们耐心地等待卫星和地面之间的真实资讯交换。在他退役之前，这颗成像卫星被誉为一项成功的任务。它的哈洛卫星仪器充当了一个望远镜，提供了地球磁场内带电粒子的全球视图。不幸的是，就在2005年圣诞节前的扩展任务中，讯号突然中断。尽管之前表现完美， NASA 将系统故障归咎于为卫星的转发器提供电力的控制器的一次错误发射。不过，有一种可能性是
当地球遮挡它的太阳能板，让它在轨道上的某些点上经历了长时间的日食时，这颗成像卫星可能会重置。这种情况去年和5年前都发生过，为它的复活提供了一线希望。如果卫星重新唤醒，它的轨道将被战略性的定位，以监视地球北部的极光区。团队在考虑这艘太空船可能返回时感到兴奋和期待，这呼应了该任务的座右铭：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睛。NASA 持续在发掘新的发现，并透过国际太空站传送回地球。国际太空站是一个巨大的太空探索站，由5个太空机构合作建造，并位于低地球轨道。这些机构分别来自5个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和加拿大，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太空站，主要用于微重力和太空环境实验。最初设想作为一个多功能枢纽，国际太空站旨在作为实验室、观察站、工厂以及为未来可能的月球、火星和小行星任务提供的低地球轨道前哨基地。这一切都在 NASA 与罗斯科斯莫斯之间的初始协议中予以了概述。虽然并非最初备忘录中设想的所有用途都实现了，但在2010年美国国家太空政策之后，国际太空站在商业、外交和教育方面获得了额外的角色。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平台，国际太空站提供了实验所需的电力、数据、冷却和成员支持，这与小型无人太空船不同。像国际太空站这样的太空站提供了一个可以持续几十年的环境，用于进行研究，这与人类研究的便捷访问相结合，透过允许团体共享发射和即时研究，简化了实验流程。研究涵盖多个领域，包括与生物学、天文学、物理科学、材料科学、太空天气、气象学和人类研究，深入探索太空医学和生命科学。地球上的科学家可以迅速存取数据，并在需要时提出实验调整建议。定期安排的补给船发射使得引入新硬体变得流程化。国际太空站宇航员们进行数月的原址，每周贡献约160人小时，以6人组成的成员组为例。然而，大部分成员时间被用于维护站点。国际太空站上最突出的实验可能是阿尔法磁力谱仪 AMS。这个仪器是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的粒子物理实验模块，它是一个宇宙粒子探测器，旨在寻找暗物质、反物质和缺失物质。它还测量宇宙射线，并解答我们宇宙的基本问题。NASA 将阿尔法磁谱仪的重要性与哈勃空间望远镜并列在一起，目前还在太空站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其庞大的电力和频宽需求，阿尔法磁谱仪无法轻易安装在自由飞行的卫星平台上。在2013年4月3日，科学家报告了在国际太空站上可能探测到暗物质的迹象。太空站上的阿尔法磁力谱仪初步结果揭示了地球宇宙射线中未解释的高能量正电子过量。外太空是对生命极为敌对的环境，特征包括强烈的辐射，包括正电子和太阳风中的次原子带电粒子、宇宙射线、高真空、极端温度和微重力。只有极端生物和一种名为缓步动物的微小无脊椎动物，能够透过脱水在极度干燥的状态下生存，才能忍受这样的条件。尽管 NASA 这个名字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但仍有人想知道 NASA 究竟是什么，特别是那些不太懂科学的人。那么 NASA 是什么呢？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它承担民用太空计划、航空和太空研究的责任。成立于1958年， NASA 接替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使美国的太空发展工作具有了明显的民间导向，专注于太空科学的和平应用。自成立以来， NASA 一直处于美国太空探索的前沿，领导了包括水星计划、双子星计划、著名的阿波罗月球着陆任务1968年至1972年、天空实验室太空站和太空梭计划等倡议。目前
NASA 在支援国际太空站、监督猎户座太空船和太空发射系统的开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都是为载人月球任务计划准备的。NASA 也深度参与商业成员太空船和计划中的月球门户太空站。NASA 的科学努力主要集中在透过地球观测系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珍贵的家园地球。他们的科学追求也扩展到透过科学任务指挥部的日球层物理研究计划来推进日球物理学。此外， NASA 用像新视野号这样的高级机器人太空船和像毅力号及好奇号这样的行星漫游者探索我们太阳系内的天体。透过像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这样的伟大天文台工具，深入天文物理学，探索宇宙的起源。NASA 的发射服务计划负责其无人航太任务的发射操作和倒数管理。NASA 对我们科学知识和对宇宙理解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来说，顺利运作而不遇到失败的挑战是非常罕见的。挑战摆在 NASA 及其使命面前。进入阿尔特弥斯计划，旨在将第一位女性和有色人种送上月球。NASA 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计划在2024年底或2025年初进行历史性的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正如 NASA 审计长办公室报告中所强调的一个关键方面，如我们所知，运营阿尔特弥斯的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成员舱所关联的沉重开销。从阿尔特弥斯1号到4号每次发射的价格标签是惊人的，预计为42亿美元，甚至还不包括让这些系统准备发射所花费的420亿美元。面对这些庞大的成本和阿尔特弥斯的雄心勃勃的时间表， NASA 审计长办公室发出了红色警告，警告持续该计划对 NASA 未来载人探索愿望构成了巨大挑战。决心推进该项目， NASA 已采取重大步骤。他们从2022年11月14日阿尔特弥斯1号任务成功发射的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和猎户座舱飞行中收集了数据。但故事还没结束， NASA 审计长办公室也强调了 NASA 在阿尔特弥斯4号任务后削减登月航班成本的努力。他们开发了关键系统，例如人类50年来首次重返月球的太空服，以及在过去1年中对阿尔特弥斯任务的管理改进，这些都是取得进展的例子。转向 NASA 的运营有一些特别的技术前沿挑战。审计长办公室强调了一些挑战，例如在阿尔特弥斯1号飞行中猎户座的热顿意外侵蚀，以及发射过程中太空发射系统和地面基础设施的意外损坏。此外，随着国会推动更多的太空发射系统发射， NASA 面临确定和实施降低成本措施的任务，目的是确保其主要人类探索倡议的财政可持续性。现在我们回到国际空间站的话题。20多年来，宇航员把低地球轨道称为其家园，这都归功于国际太空站。现在一个重大的挑战是随着关于空间站在2030年代初退役而迫在眉睫，这对 NASA 和其他太空机构来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变。多年来，国际太空站一直是开创性微重力研究的中心，显著增强了我们对太空中人类健康的理解。这些知识对未来的太空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难怪 NASA 将大约1/3的预算用于支持计划于2030年退役、2031年脱轨的空间站。面对国际太空站退役和商业太空站到来之间的过渡挑战， NASA 旨在到2028年前准备好一个低地球轨道站点，允许与国际太空站有2年的重叠期。维持这种存在伴随着沉重的价格标签，对美国和 NASA 来说，成本效益变得至关重要，以避免累积巨额债务。很多都取决于 NASA 与 SpaceX 和其他机构的合作。2022年7月，美国太空总署和俄罗斯太空总署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3名俄罗斯太空人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乘坐美国太空总署太空船飞行。作为回报，美国太空总署将允许3名美国太空人乘坐俄罗斯太空船飞行。该协议是国际太空站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将国际太空站的可靠性维持到2025年。